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進樵，向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問好，大家平安。請留言告訴我們您是在全球哪個地方收看我們的節目。對於我們的節目呈現還有討論的話題，有任何的想法呢，都歡迎踴躍留言來鞭策我們的團隊。馬上介紹這一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妍庭，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以及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金樵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我們節目一開始要討論的話題呢，就是要聚焦現在中東的戰火又要再度燃燒了嗎？美國總統川普他又在放話，他說呢，我們正在密切關注伊朗，因為美國有一支強大的艦隊，現在正在往伊朗來進發了。那麼川普會這樣講呢，其實已經代表了美軍想打伊朗的這個目的還是很明確的，並且模擬出了2套的攻擊劇本哦。我們來看方案1，是所謂的有限打擊。主要是針對這些伊斯蘭革命衛隊他們所在的軍事設施做如這個手術刀般精準的力量去打擊。那重點是削弱他們的軍事力量。方案2呢，就是要把場面鬧得更大，決定性的打擊就是發動高強度的軍事行動，要把伊朗現在的政權整個翻掉，不翻掉呢就不罷休這樣的一個決定性的打擊。好，2種方案呢要來實施都離不開一個重點，就是什麼？航空母艦打擊群。所以我們也觀察到林肯號。他在通過馬六甲海峽之後呢，他偷偷關閉了他的定位發送器，所以說現在林肯號整個航母他們是處於一個隱蔽的航行模式了，這也是以往美軍在進入到備戰狀態時呢一貫的模式。而它所上面搭載的 F-35這個逆蹤戰機也會是這一次如果要空襲伊朗呢必不可少的一個空中力量。除了 F-35之外呢，美軍的海外基地還可以來幫助包括了 F-15E 啦，還有部署在其他更多地方的這些空中戰力，都可以來做一些聯合的支應。好，一言以蔽之呢，就是現在美軍對中東地區的軍事動作，我們看到不管是明面上的、明面下的，都已經是這個蓄勢待發的感覺了。這個箭呢，馬上就要發出去了。那依照過往的經驗，川普他授權的進攻綠燈，這個周末有沒有可能就放行了呢？我們先請張教授來做分析。我們可以看，這林肯號航空母艦到位了阿拉伯海，然後它的一些相關的，包含空中預警機，還有 KC-135空中加油機，以及 F-15E， 如果都到了中東的美國駐軍的基地停好之後，我認為一切到位了，它就可能對伊朗開始動手。那最重要的，我們知道有2個關鍵因素你要到，第一個空中預警要到，E3跟美國林肯號航母舰屬了 E2D， 這個2個都要起來，因為沒有起來沒辦法做空中管制，可能有時候會造成誤擊事件。是，那這個就非常重要。那這2個沒有到位之前，我認為還動手的可能性還沒有，因為要空中。另外一個我們講的就是 KC-135空中加油機，因為這個航空母艦不可能太靠近伊朗。因為否則，伊朗的地對艦的反艦飛彈會對航母的打擊群實施威脅、實施攻擊。那它會在它的這個飛彈有效射程一個安全的距離。那這個時候就要空中加油機了。因為空中加油機 F-35也好，或者是咆哮者的戰機起來沒有經過空中加油，可能在返航油量會不夠。所以我認為這2個空中以及空中加油機到位之後，才有可能實施攻擊。攻擊的方式如何呢？我認為外科手術式。上一次的時候，在1月3號對委內瑞拉實施馬杜羅實施這個類似斬首，就把他抓起來送到紐約去準備這個審判了。對，那我認為這是外科手術式。那它的進行的步驟要有4個。第一個，一定要電磁制壓，電磁權一定要先強調，對伊朗的防空飛彈電磁制壓住，那這時候這就可以獲得了電戰的優勢，才會有第2步。第2步。我認為美國會發射戰斧巡弋飛彈，所以它這航母打擊群為什麼要過去？因為它的提康德洛加級的飛彈巡洋艦，以及它的我們所講航空母艦的飛彈驅逐艦還有護衛艦裡面有戰斧巡弋飛彈，這個就是對它這個伊朗的重要的雷達站的關通系統、重要的指揮所先做第1級破壞，因為這樣子的話，美國才可以掌握空優，先把它的關通系統跟防空飛彈陣地先做破壞。第3步驟才是派戰機進入。那派戰機就分有2股兵力，第一個 F-35負責制空，因為它逆蹤戰機，空優交給他。F-15負責對地打擊重要的目標，因為這些相關摧毀完畢之後，美國經過人造衛星的戰果徵兆，還有哪些要繼續要摧毀？
還有哪些重點的目標要繼續實施制壓，這個時候交給 F-15E， 那 F-15E 就準備過去進入這個伊朗的境內來實施滲透性、穿透性的打擊，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外科手術室。那會不會有地面部隊進入呢？我認為還不會有地面部隊，因為地面部隊進入的話，會造成美軍的傷亡。因為這一次在1月3號的委瑞納，美國地面部队從來沒有動過，就達成了外科手術室的斬首戰，把馬杜羅抓走。那這一次的話，它最重要的是對伊朗的高層、革命衛隊的指揮官以及哈梅尼他的宗教領袖，我認為他會實施外科手術室的這種攻擊。然後最重要的是情報掌握，所以我要認為美國跟以色列的情報組織摩薩德系統這一方面可能有情報分享的機制，那會把詳細的位置經過以色列的掌握，然後告訴美方，美方實施動手，這種可能性最高。所以到最後我们可以知道，那最後面這一次最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 F-15，因為它是我們講的炸彈卡車，因為它上面炸的非常多，算是個輕型轟炸機。對，這個也有上一次的話，還有歷屆都有戰果。然後我認為這一次重要的反制目標應該由 F-15E 來做擔綱，然後把其他的還沒有摧毀的這個伊朗的重要的政治軍事的設施來做摧毀。所以我們一看，這是一個有限的戰爭，不是無限的戰爭，而且是外科手術的這斬首戰。那至於斬首會不會成功，他們會不會藏匿這個9地之下，進入這個我們講到的這個地下的這個碉堡的指揮所裡面，讓美軍沒辦法做掌握，或者是就算掌握他在那個地方，但是沒辦法摧毀他在地底之下，那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美國會持續掌握到後續繼續用兵的姿態，會給伊朗在軍事上極限施壓。伊朗呢，我們知道內部的這些抗威、遊行、抗議、示威，那這個方面都還活動不斷，換句話說，伊朗會面對內外的壓力。那未來會不會造成它這個內部政權非常大的這方面的威脅？我認為會產生，就變成也類似的這個裡應外合，讓伊朗政權在這方面可能會傾覆的可能性如何？我認為非常值得觀察。好，剛才張教授給我們提出了2個觀察的重點，就是電的這個預警機還有加油機，這2點一旦到位呢，美軍這個手很快可能就會打下來了。好，面对來勢洶洶的美軍啊，換作是誰啊，當然都會怕嘛。但是伊朗啊，他們也不好惹，像是武裝的部的發言人呢，就警告川普，如果有人敢膽對我們的領袖伸出侵略之手呢，我們不僅會砍斷他的手，還會讓他們的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哇，你看這話說的很強硬哦。而且伊朗的這個武器庫真的能做到這樣的底氣嗎？我們就來盤點一下哦。伊朗雖然去年呢在跟以色列的對轟中消耗了700枚的飛彈，不過呢他們在美軍的估計下，可能還擁有3000枚以上的各類飛彈，其中就包含了這個法塔赫的超高音速飛彈啦、流星3型的彈道飛彈等等，而且射程呢是可以覆蓋到2000公里的，整個中東都在射程範圍之內。而且日前完成了這個試射啊，有這個高達1萬公里的洲際飛彈哦，也是試射成功的，可以直接威脅到美國的本土哦，這個大家伙。那我們都知道呢，另外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也都對伊朗有一些飛彈的資源，我相信這也是美軍所忌憚的。那好，我們都知道現在美軍很積極在部署它的 Golden Dome 它的機瓊系統，但是在機瓊系統都還沒有建制完成的時候，如果這個時候像這位伊朗發言人警告的，你打我，我就讓你美國陷入一片火海，防禦上做得到嗎？美軍可以防得了這個伊朗最可能的反擊手段大概是什麼？來，將軍。我們講了這個美國雖然擬了2套攻擊伊朗方案，第一個是有限打擊，我認為有限打擊它沒有效，這去年6月份已經證明過了嘛。美國跟以色列來講，對伊朗這個持續的空襲了12天，但是雖然說是也可以稱之為有限打擊的，但是它現在一樣依然又壯大起來了，所以有限打擊是沒有效的。第二個來講，決定性的打擊，我覺得它做不到。為什麼美國做不到呢？因為如果說你沒有地面部隊進去，那你根本做不到。你光想要靠空中的力量屈服敵人的意志，或許對一些國家你可以做得到，但對伊朗這個國家，你光靠空襲是屈服不了他的意志的，因為他有很強烈的這個宗教的思想在裡面那如果說你沒有這個地面部隊進去，做不到。
那這一次來講，我們看到伊朗準備了大量的導彈。美國跟以色列到現在為止，他們的戰略觀念還是傳統的空中的空襲制空作戰，或者是地面的武力攻勢作戰。所以我們看到美國跟以色列來講，都有強大的空中以及地面攻擊的力量。但是伊朗這一次給我們示範一次什麼叫做導彈作戰，我稱之為也是一種不對稱的作戰。它雖然說它沒有很強的空中武力水面的艦艇或者是地面的作戰武力，可是它有很強大的一個導彈。那你也可以稱之為一個就是不對稱的作戰，它一樣可以對以色列這個距離1000多公里以外的國家來用導彈來實施攻擊。去年6月份，它已經證明了，它確實是你的攔截力道後續去年6月份之後這個以色列對於伊朗的彈道導彈的攔截，那個感覺上面它的攔截率已經降低了。那以色列自己有好幾個重要的設施都被擊中目標。那美國來講的話，現在它在中東地區有很多的重要軍事基地，包括卡達爾的這個烏代爾空軍基地，包括在巴林的第5艦隊這些都是在伊朗的導彈射擊範圍之內。那如果說美國自己也知道擔心了，他現在開始將這些基地人員做一些撤離，可是這個你能夠撤離跑得了，廟跑不了。這個和尚可以跑得了但是廟你跑不了。如果說伊朗一旦對你這個基地設施實施打擊，那你一樣會遭受很重的損失。尤其是這次伊朗它號稱它有一款的新型的導彈，洲際導彈，射程可以到達1萬公里。我們不論它是不是吹牛，但是如果說它已經講出來的話，那確實可以對美國實施攻擊。當然不至於對美國全國造成一片火海，可是他只要找到以美國這種，他只要老百姓他的幾個主要城市遭受到一枚的導彈攻擊到，我覺得對美國全國的政局來講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更遑論這次如果說伊朗已經準備了將近3000枚的各型導彈，我覺得這個不是吹牛，可行性是很高，因為去年6月份之後。我們就聽到伊朗大量的進口硝酸銨這一類的這個導彈發射的原料進口，然後中間有一次還發生過爆炸，那可見它在大量的存儲以及製造這些彈藥。但最後我們要知道，伊朗這個國家它最大的武力是什麼？是革命衛隊，它不是國防軍，國防軍武力不強，但是革命衛隊是真的是有戰力的一支部隊，而且是有宗教思想的一支部隊。那如果說你貿然跟伊朗開戰，你第一次沒有辦法將它這個實施斬首定點清除之後，那後續來講，那會不會他跟你來一個魚死網破他這所有導彈一股腦的往以色列砸過去，往你美國在中東的基地砸過去，那當然會對美國跟以色列造成很大影響。大家不要忽略了，這次以色列納坦雅胡已經做好這種心理準備，他準備承受住700枚的導彈的攻擊所以說納坦雅胡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這把火打起來的話，以色列勢必會遭受到將近700枚的導彈攻擊。那當納坦雅胡是說，我就算我承受700枚的這個巨大的損失，可是如果可以將這個哈米內伊這個宗教政權鏟除來，他覺得還是划得來，所以從他以上講這些話，你就知道以色列如果這場仗一打起來，他一定會遭受到攻擊。當然，只是說如果說你以色列承受住700枚的導彈攻擊，那後續的可能就不只是軍事上的問題了，而是國內的政治局勢。以色列老百姓可不可以接受？還有美國，還有國際的戰略觀點、地緣政治上，如果說這個當這種導彈確實發揮它這個所謂不對稱戰爭的這種效果之後，那對於全球的後續以後的戰略想法會不會改變？對於整個地緣戰略會不會有重大的改變？這才是覺得更加以深思的。但是我講一個結論，我認為美國不敢貿然的動手。還是不太貿然動手，因為美國如果真的對伊朗打下去了，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呢，可能就要先挨打。不過，總理納坦雅胡也已經做好壯士斷腕的決定了，說我願意承受700枚這個飛彈的攻勢，但是如果可以把這個哈米尼的政權鏟除掉，他認為是值得的。可見中東局勢現在已經很接近一觸即發的狀態了。不過開戰前呢，川普也再次強調，他將對跟伊朗
有往來的一些國家加徵25%的關稅，並且是很快就要生效了。可見啊，美軍要飞彈跟这個經濟武器啊一同來發難。那當中受到影響最大的，當然就是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嘛。而如果美國真的等手讓哈米尼政權垮台，勢必會扶植一位親美的領袖上去做這個政權的交替。那麼長久以來，對中俄兩國在中東的布局會有什麼非常重挫的嚴重性嗎？還有這麼多年來，伊朗人民已經習慣這樣政教合一、這樣神權政治的哈米尼式的這樣的洗禮呢？如果這個時候伊朗社會的最大群體換老闆了，換了一位親美的領袖，在這個情感上能夠接受嗎？楊老師，伊朗不是委內瑞拉，格陵蘭、黎巴嫩，伊朗也不是伊拉克。美國要在那個時候打伊拉克戰爭，都是出動地面部隊。那當然，現在如果要打伊朗，真的能夠一下子取得全面勝利嗎？佔領伊朗嗎？還是說只不過是重點的飛彈的打擊，然後呢加速伊朗政府內部的這種混亂，以及它可能走向動盪？所以幾個選項都會對美國跟對伊朗跟對整個中東都不同的影響跟衝擊。那當然也會對中國跟俄羅斯會有不同的影響。如果說伊朗能夠抗拒了美國幾次轟炸，其實有點像是延續過去幾波的這種情況，那內部的這種就是說那種壓力鍋會更加的悶燒。那這個東西等待下一次什麼時候呢？會怎麼樣的爆發？不知道。但如果說美國決定要真的是要去政權更替，對，那就必須要除了飛彈之外，甚至可能有一些地面部隊，或者是說呢進一步进去滲透，然後支持反對的力量。对。可是反对的力量現在看不到有武裝的力量，武裝主要還是在革命衛隊跟他的民兵組織。那有沒有可能他們轉變？這是我覺得美國在這幾十年來大概都思考過，但沒有成效。也不要忘記，伊朗還是有很龐大的神權支持者，畢竟這個什葉派的支持者還是很強勁的。是的，所以就算是我們做美國最理想的打算，他在短期之間可以去更替政權啊，不一定他自己美軍進去更替，而是裡面的內部的政府動亂而出現新的這個政權，他會不會出現一個親美的政府呢？我個人覺得，願意跟美國交往、願意跟美國和解的這個政府，其實這個聲音一直都存在。現在的伊朗的總統，他其實某種程度也是比較溫和派，但是他沒有實權，對，因為最高領袖掌控一切。所以如果說這個現在不要講變動太大的話，現在的伊朗總統如果真的掌實權，他可能願意和解，但他不一定會親美，因為他也知道整個伊朗人民的組成，以及伊朗在這裡的地緣利益，還有呢過去和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其實都是他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因此，他完全的親美，你事實上可能造成地緣政治很大的變動。那當然跟過去俄羅斯的戰略跟軍事關係，跟中國大陸的能源、軍事還有外交關係，可能都會隨之改變。所以這種變動可能大概不一定是一個新的伊朗政府出現。那我覺得願意和解、願意交往也是美國願意的。那當然這樣子的一個和解交往的伊朗的新政府對以色列也是相對安全的。但前提是如何能夠出現這樣子的一個政府，這是現在美國在思考的。好，這個謝謝楊老師的分析哦。這個是不是要借助扶植另外的力量來推翻，讓現在伊朗內部的壓力鍋整個爆開來？這個要時間來觀察。那待會我們會跟3位專家繼續來探討更多的國際軍事、地緣政治，還有專業分析的產經話題。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